以后叫古先生。古先生，这是咱们东家派来的。古先生，您之前干过当铺？没有。奇才。自打盘古开天地，咱们铺子有了新章程，诸位算是来着了。以后古先生就算咱们的四贵。哎，怪事儿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哎，你们给四贵腾个地儿啊！这。哎，四贵，您等一下。您再等一下。四贵让让。哎，四贵，你给让一下吧。送个礼还得自个儿送啊，不过是个县太爷而已。这要是在北京，就是那些红顶子来我家里，我爹要是不想见，那还是不见。您是大少爷，我自然就是个跑腿的伙计呗。见了县太爷，我才能知道在这个地方怎么待下去。那头那个气死贼的营山，你看见了吧？我实在喜欢得很，我打算在咱们店门口也弄一个，就是立一个丈2高的大银葫芦。风水先生跟我说了，城门口这一带财气最旺，我打算把它吸个干干净净。还有那片房子，我也租下来，弄一个大的票号，一个进一个出。老八家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他们手里除了票号，那什么也没有。我爹还说，李家全力以赴来撑这个场面，还要我看小题大做。3年，3个月，我们就挤在那老八家里头。你笑什么呀？像你有志气呗。你是不相信我呀，还是没信心呢？平阳城不大，但这里是大清的财富重镇。你们家老爷子说全力以赴，我看全力以赴也未必撼动得了这儿。山西老八家200多年了，自有来历，回头讲给你听。逃都逃了，何苦要回来呢？四爷，您行得正好，这粥也得了。你看，给你借了个5更鸡过来。加点栗子啊。加点鸡丝，这样最是补气了。这可不是我弄的，常姑娘弄的。哎，您尝尝，小心烫啊！好吃。
哪来的鬼子？啊，衙门搬的。想不到吧？您可是古往今来头一份这么坐牢的。你拿什么换的？拿我自己。此话怎讲？王天贵给我30天的时间，让我帮他理顺当铺。我也做了古往今来头一个当铺的四鬼，只是这30天，要委屈您了。30天？那当铺王天贵30年都插手不进去，30天怎么能整明白啊？这么哄鬼吗？这才第1天嘛，还有时间可以学。当铺里那几个老朝奉，是王天贵他爹在的时候带出来的人，哪有那么好相处啊？就算是做一辈子生意的人，走进去都会晕头转向的。顾兄弟，这是一门行当，你可千万不能看轻了。不敢看清。但古话说，隔行不隔礼，天底下人心都是一样的。他当铺只不过柜台高那么一点，就算是个铁核桃，我也得把它砸开了。请大掌柜长一下眼。眼睛花了，看不清东西了。这位先生，你这当的可是什么东西呀？啊，这是我们家祖传的商州古玉，老太太病了，想压在这儿。哦，祖传的古玉啊，贵府是在地下埋的吧？这土气味怎么那么重啊？怎么啊？你们当铺还管东西来路呢？啊，还真把自个儿当衙门？哎，这个不敢。抓贼追赃不是我们干的，不过，衙门里要是有什么大案，那是一定要到我们当铺来追究的。先生，按照大清律，偷坟掘墓可是死罪啊！您老啊，好眼力！这块玉啊，是我爷爷那边弄到手里的，这要拿到京城里去卖啊，少说也得几千两银子呢。我在您这儿只当500两。哦，500两倒是不多，只有一架。你说是商周年的啊？这是今年的。你们把玉雕好了，用火烧得通红，直接把它丢到了猫狗这些活物的腹腔里，是用它们的气血养出来的。小的，你这么做可是有损阴德呀！你胡说！你找人来，只要哪个人说这是真的，你就把我这双老眼挖出来当炮踩吧。走吧，你这玉我替你砸了，省得你以后再骗别人。哎呀，朱先生，要没您这根定海神针，我就生生把眼打了。郭朝凤，第1天就迟到了。哎，你眼睛长头顶上了，蚂蚁带龙头，装什么大牲口啊？你也是朝奉，我也是朝奉，何必说话这么难听呢？哼，那是，人家之前啊1天当铺都没干过，就仗着是东家的人，眼睛里能夹咱吗？有什么需要我这个四贵帮忙的地方，随时吩咐啊。小伙计，我来问你啊，
这个四柜通常需要管什么？啊，明白。我想看看你们往年的账本，不知在哪里可以看到。张步美在这儿，在楼上了。来人，给老子把这东西当了！给老子当500两银子！这把刀是大帅送给我的，这件黄马褂是皇上赏赐给我的，这些东西都是咱骗了掉脑袋的危险品来的，当500两银子，一分儿也不能少。您这2样合起来也不足5两银子，小店受不了。要不您再到别家当铺看看？你有啥子？5两银子？你是看不起皇上，看不起大帅，还是看不起我？不是。给老子拿回来！别！老子骗了你！这是老子的宝刀！四贵，拿来！四贵，你的活来了！拿来！哎呀！你来看，给老子看清楚！你说你是大帅的人，不知老爷是几品官呢？老子姓鲍，此次在山西吹响，蒙皇上的圣恩，是受一个2品的武职。啷个嘛？你想看下我的红顶子吗？素闻大帅麾下有2员猛将，鲍大人、塔大人，莫非您就是鲍清德鲍大人？久仰。他既不他红了。现在全国各地诸相都不接济，我军营头这些娃，半年都没得发军饷了，我没得办法才把这个当了。好给我鲍子阳的兄弟舌头上沾点油腥，如果有得罪，勿怪。为大英雄能本色，不知鲍大人想当多少？当500两银子就够了。500两怎么够？太少了。啊！伙计，记上。哎，宝刀1把，御赐黄马褂1件。当银1000两。唱当写账，规矩如此，有什么好嚷嚷的？写。包大人，这都是4大横的银票，走遍天下都用得。写了。顾平远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要500给1000，这真不是你的生意是吧？这本来就是你的活，你让我那么做的。你想来几个人？赶紧找个房子给他关起来拜拜火，我看他是头晕。你就看着他这么干。
你让他到柜台唱的当，你自己拿不准主意，让一个外行给你拿，你真是个老糊涂了你。就是，你今天让他唱了当，开了这个先河，以后干什么你都拦不住。哼，我看咱们三个呀，还是早早的背着铺盖卷走人才是正经。大贵，我们都跟着您几十年了，您说什么咱们就做什么。只不过辞这个差事，是真的辞，还是以退为进？您透个底。防微杜渐了，这个底儿不是我的，是东家的。通知所有伙计，明天当铺不开碗，不做生意。咱们搁车。哎。小金是吧？给，快拿了吧。您呀，在这关了一天了，这也没人给你弄点吃的。这不，我老婆做的中午饭我吃不了，给你拿上点。行啊，谢谢金哥。客气了。我呀，一天没干活了，吃不下去。那怎么一天没干活了呢？为什么呀？大贵让我们上门板，不做生意了。搁车了，他和二贵、三贵到东家那儿请辞去了。那辞了吗？这哪是我们知道的事儿了？反正呀，在这当铺里边吧，自然是三位朝奉老爷说了算。行了，我走了啊。您呀，千万别说是我给您的。谢谢啊。大夫呀，你呀，好好的给我瞧瞧我这病啊，省得那帮闲人啊说我风凉话。娶了这么多媳妇儿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以后呀，我们轮流搂着你，就算是石头也会给你捂热喽。哎，放！东家，啊，来了。哎，去了一天，他们就搁车了。是啊。哎呀，三个老家伙也太沉不住气了啊！谢谢东家夸奖。我这是在夸你吗？你不是让我当条黑鱼进去搅他一搅吗？还不出一天，已经快给我搅和黄了。我看不要30天，应该可以把当铺调理顺。哼。三个老家伙确实沉不住气。你虽然是在狡辩，但有几分道理啊。那他们辞了吗？我点头就可以。可是这行的规矩啊，不是说你今天辞，明天就走的，总得找个人收拾烂摊子，给东家把生意都捋顺了，啊，那才能撤呢。要多久啊？20、30天是要的。足以了。东家，你答应他们吧。我答应啊，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。可是这三个老朝奉，那是在当铺这行有位置的，举足轻重。如果让人知道他们三个要走的这个消息，肯定有很多人要挖墙脚。哼，他们走了，你盯着呀。我自然不能。
但是他们仨一个都走不了。现在不是你小子耍聪明的时候，他们已经防范至此了。不信你明天就去当铺瞧瞧，有哪个人敢跟你再说一句实话？到了30天，我也留不住他们了。到时候，就因为你耍的这个小聪明，就亏了这么大的生意。哼，你说我拿什么惩罚你啊？我从来不说大话，根本不需要30天。当了，你们东家呢？人生何处不相逢，那这事儿我爹怨不得我了。什么就怨不得你了？我来的时候，我爹担心的要命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千万不要跟那个宁古塔的刘人说话。今儿呢，是你自个儿推门而入，那就怨不得我了。苏小姐呢？你见到她了？你知道吗？你们现在万元档的名声可是在平遥城都传开了。我进城的时候就听说了，大家都在等着看你的笑话。那就让他们等着。这鬼都进不来的生意那么清闲，亏你也熬得住。听说你在招好的朝奉跟伙计，招到了吗？这些事儿啊，苏小姐在忙。我也从北京带了几个人，都是老朝奉。头2天还肯坐这坐堂的，现在全躲到那后屋打牌吃酒，那比我还快活。我听说你到蔡雨峰了呀？怎么，今儿是来刺探消息，还是让人给赶出来了呀？我自然是被人赶出来了。我这种大外行入不了他们的法眼，但我倒有些主意，莫不如咱们可以再联手一次。咱们联手？我们都是外行啊！乱拳打死老师傅，子曰：“焉知来者不如今呢？”合计合计。今天开板吧。大家伙在一起多久了？10几年了。哦，那是老伙计了。啊，是。昨天搁车，我们跟东家去请辞，东家点头了。京城里4大行，河东的老8家一直要请我们去。既然东家存了心要走，咱们一起走。这是大贵的恩赐，跟着大贵干嘛错？我就知道我们新人接手前，咱们好好干，别坏了大朝奉的名声。开板，做生意。那小子呢？没来？啊，您说的那个棒槌啊，怕是没脸来。派这么个大棒槌来开讲，不知道东家是不是傻？来，读了四书五经，学会一身担当，翻过陈年旧账。诸位，经纶光阴，越走一了面庞，眼过人情多良。看过万里雪茫茫，也曾为谁经过不放。只剩这一场。各位，平遥城的老少爷们，4乡8里的叔伯兄弟，
在下李清，京城李家的人，在这平遥城啊开了一家万元档，主要就是为了来当学生学艺的。感谢各位的捧场。我们呀是外行，不敢劳动大家伙的腿脚到店里去续画，更不敢站在那高柜台后头压人一头。我们就在这城门处做点小生意，当场对，当场取。万元档的当铺在东边，银号在西边，凭票领银，童叟无欺。诸位，醒了。大刀什么呀？凭票领银，童叟无欺啊！还能喘一口气，就撑起这凄凉，扛过刀剑风霜。人生在世本用3两3钱，把3钱给抹了。银簪子1只，当3两银子。出票。大嫂啊，这3钱呢，就当是本店的小利了，可满意啊？满意。来，在这上面画押。一起万两，做人应如同伴，万元内放，一步烽烟遥路，一生永脚步丈量。日出东方。来，这个簪子你给他找找。都有了。要着急啊！来，下一个。慢些，别着急，一个一个来。啊，都有。有了。你看，真行啊，库里都清出来了。这个傻棒槌，他跟京城来的那个姓李的公子哥，在城门口花钱如流水，3两3钱的银簪子，他竟然当了3两。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买卖，笑破肚皮了。朝奉都没请？没有，您老就放心吧。哎，他一个京城来的人，敢在平遥开当铺，那不就是官老爷门前耍大刀，嫌自己死得太慢吗？银号的大掌柜来了，要见大朝奉了。哟，我说祝朝奉啊，您在搞什么鬼啊？谁跟你搞鬼了？城门档那家伙，现在已经把手都伸到银号里来了，您还在这装死？这与我们有何干系啊？哎呦，有何干系？您倒好啊，撒出个妖精去，自己在这乐得清闲啊！北京城那家伙把自己的银号利率往上浮，现在整个平遥城，但凡有点钱的，都取了银子往他们那儿存呢。祝朝奉，您倒是给个主意啊！我那儿已经开始挤兑了。我这铺子里有的是现银，他想挤兑就挤，生意不能倒。来个人，让伙计们把现银都准备好，1个时辰1趟，往咱们自家的银号里送。现在就去。哎，朱朝奉，这万一不够怎么办啊？那2个棒槌可是把平遥的马蜂窝给捅了，其他银号都和我们一样，这纷纷取了钱往他们那儿送啊。这要稍有不慎倒了一家，那可就闹笑话了，这让外行的把内行的给玩死了。哼，到这儿拼有钱啊，他可是找错地方了。你放心，头寸不够了，我给你调。大朝奉，从咱们这儿赎出去的东西啊，全都到了城门口那2个棒槌的手里了。你说好笑不好笑啊？别着急啊，一个一个来。称一下看看多贵。几天就挣还这么多？好，珠花簪子1根，当银5两。你的花钱大好了，在这画押。现银9钱3分，您在这儿画个10字就行。
上好布匹1款，当银10两，随时能取。我店门口那个大银葫芦您看见了吗？我要是付不出来，您就拿斧子，明天把那银葫芦砍了扛走，我一声不吭。没人。他们在城门口啊闹腾了1天，再闹下去啊，县老爷都要派兵把他们轰出去了，城门都关不上了。哎，我就纳闷了，这古平原到底是不是太尉峰的人呀？怎么还倒帮上外人了？他倒是想进太尉峰啊，太尉峰不肯留他呀。没事儿，我倒要看看这2个人能弄成什么样。今天赎出去的东西，超过好几年了，给您道喜了。那帮蠢误打误撞，都把咱们给帮了。他不是帮蠢，是催命符。小心那缸啊！踩里头去，小心地上。好。这下倒好，那全平遥城的破烂都在我这儿了。哎，掌柜的，麻烦让一下。哎，我怎么觉得还不够呢？哎。咱俩今儿就把外行的事来干绝了，人家刚在我们这儿当完东西，转头出门就笑我们俩傻瓜呢。咱这就是赔本赚吆喝，纯烧钱。你要是拼不起，那就别拼了。天底下还没有我拼不起的事儿。明儿继续。今年是因为赶集，只怕到了明天人未必有这么多了。明儿呀，咱们就照方抓药，把平遥城下面的9乡12村家家户户全都扫到一遍。这就叫上门当。哎，古兄，这个名字好，就上门当。应下的东西都到了山西，山西又偏偏聚到一座城里，原来是各为其主，现在却是合兵一处。天底下怎么有这么巧的事？那位古先生和少爷合兵一处，倒也妥帖。怎么说？这2个人用行里话讲，都是棒槌货，竟然能想出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点子来，倒让山西人也来了个莫名其妙。等他们相互为敌的时候，他就不会这么高兴了。这孩子呀，哼，真不让人省心。这当铺的生意不行啊！我来的时候，少爷还在说，当地人不信他们能干得久，所以不肯在他们那儿当东西。不过票号能做起来，也殊为不易了。票号放款，当铺出款，这一放一出是差不得分毫啊！你像这种固头不固定的做法，就是太年轻了。少爷说，家里能不能想些办法，再支援他一段时间？我这答应替他回来说说看。这刚出去几天，就让总柜给他汇钱。你告诉他还能不能干了？不能干回来，我换人接手。2两，你看旁边是谁？
上门当，新推的上门当。上什么当？不是上当，是上门当。不上，不上。来啦！啊，你是？大姐您好，我是平遥城万元档的掌柜。我们现在推出了一个叫上门当的花样，您家里要有什么需要当的东西，不用出远门，就在村口找一位姓古的先生就行，现银和当票都已经给您备好。这是一本唐代祖师刺血写成的《金刚经》，老衲想当50两银子，把去年着火的禅房重新再修起来。记唐人刺血《金刚经》一本，银子50两，见票支付。老方丈，您在这儿画押。探月，不打开吗？此等圣物就这么随便打开了，那岂不是玷污了它？在菩萨面前，我不敢欺心啊！大事勿隐，取银子便是。现在也没到交税的时间，再说家里有钱也不用买东西。是，您这钱要是不花呀，您有当的东西，当完之后可以就手存入我们的银号。我们的银号是3分利，比平遥城内的高1分半。而且您存的东西越多，这利润就越高，童叟无欺。我想大师修葺禅院一时也花不了这么多银两，不如请人来修，把这些银子先存到万元档的银号里，买材料、请工人的费用就见票支取，生出些利息，就当我们给大殿添香油的钱了。依你，都依你。东家，东家来了。东家好。都坐吧，都坐吧。啊，今天叫我来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又想搁车呀？马上就走？东家，你别取笑我们了，我们要走这事儿没了。对对对，这事儿就没了，随风去了。是。今天呢，我们请东家来，是想问问那个小伙子呀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和东家有什么来往，可是他这么一闹啊，激起了平遥城的公愤呐。我们不能不先给东家您说一声。那个棒，他坏了规矩。这10几天，他把平遥上上下下刮了个遍，所有当铺的货都空了，全被他家吃下去。能当3两的东西，他当5两；能当5两的，他当10两啊。他后边带了个银号，给的利又高。他把平遥所有的银号啊，轮流的霍霍了一遍，家家取出钱来，都存到他那儿去了。闹腾的到现在啊，咱们当铺是空的，银号是空的，天底下没有这么做生意的。他实在是个害群之马。您和县太爷熟，出面管管他。要再这么闹下去，怕是真的要翻天了。这当铺盈利啊，守在一个利息，贬低押物，活当喝血吃肉，死当敲骨吸髓。这种暴利的行业，你们也能干垮了？他们让利还得利，你们呢，只会让我找县太爷抓人，这不叫做生意，你们这叫看坟等死啊！东家，你不带这么夹枪带棒的说我们呀！我们要是干垮了，在这行里我们可没活路了呀！你再这么说，这就是不念旧情了呀！求求东家，念念旧情吧。东家，您还是得念念旧情。念旧情。鲍将军说，
来赎他的刀和黄马褂了吗？拿去。这是古平原唱的当吧？鲍将军说，看不见古先生人就不把东西拿走。打了一辈子鹰，反倒被鹰叼了眼睛。你们可都得老老实实的啊！段爷，他现在去万源荡找古平原了。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读了四书五经，学会一身坦荡，翻过陈年旧账，走马几轮光阴，也走历了面庞，演过人情薄凉。我看过万里雪茫茫，也曾被谁紧握不放，只剩这一柴米油盐，终会随衣裳，翻一个身，成绩回肠，好戏正在开场。天下有道理千钧一气万两，做人应如同伴，外圆内方，一步烽烟，一条路，一生用脚步丈量。嘿，众生万象，粉墨登场，说到最后总是传奇一桩。山有道，我担当。嘿，日出东方。流过多少血泪，只要爬得起来，纯洁当作小将，还能喘一口气，就撑起这脊梁，扛过刀剑风霜。人生在世本就长，咬紧了牙关走一趟，凭谁人说痴心妄想，众口随一张，翻一个身，纯净回肠，好戏正在开场。天下有道理千钧一气万两，做人应如同伴，外圆内方，一步烽烟，一条路，一生用脚步丈量。千河过尽人间万象，尘埃落定留下传奇一桩。山河浩渺，我担当。日出东方。